这一定是我见到过最牛逼的男人了。被困在了中伯利亚的高原地带，他仅利用一个废弃的轮胎，就从高原来到了平原。安全着陆之后，克鲁锁定了一个绝佳的建筑地点。由于上一次建造的轮胎小屋没能抵御住野猪的撞击，为了今晚能住得更加安全，他决定利用废弃的轮胎，在这里打造出一个连野兽都发现不了的地下庇护所。他已经在土坡上面做出来了一个深度10公分左右的浅槽。现在他把轮胎搬了过来，把它完美的嵌入进浅槽里面。接下来就是见证如何将一个废弃的轮胎变成豪宅入口的全过程。你敢相信吗？半夜时，这里迎来了3波来客，但谁都没发现这破轮胎里面竟然还能藏着一个人。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只能带3件装备在这里生存3天。你会带什么？大胆的说出来，我也大胆的给你预测一次，你带的装备能否在这里坚持3天。看到他正在挖的这个洞了吗？这可是能决定他今夜能否在这里坚持下去的关键。当洞口即将就要完成的时候，他的身体却给他发来了补充能量的信号。克鲁的背包里有半书包都是马铃薯，这东西不仅好保存，而且还不爱坏，可以说是荒野探索人最喜欢带的食物之一。包裹上锡纸之后，直接扔在炭火里面就行了。紧接着，他回到了洞内，把那个关键的通气孔进行了修整。接下来，他来到了斜坡上，对准刚才的小洞口就开始挖。就在他专注于土工作业时，一股无法抗拒的焦香味钻入了他的鼻腔。他来到了炭火前，打开了锡纸，马铃薯皮已经被烤制成了焦糖色。克鲁大口的用碳水补充身体的能量。此时他心想，如果今夜能把小屋做好，那今天的晚餐一定要吃上一顿肉。吃饱后，碳水给大脑传递了饱腹感的信号，他的身体瞬间又有了力量。经过他的下挖，终于将2个洞口拼在了一起。紧接着，他来到了地面上，开始寻找菜。克鲁将稻草与泥土混合在了一起，然后来到洞口的位置。他在洞口的位置用稻草做出来了一个圆形的烟筒，这不仅可以利用烟筒效应，在里面点火的时候可以顺利排烟，而且还可以在雨雪天气能防止雨水倒灌。一切就绪之后，克鲁要开始测试烟筒能否正常使用，于是他先采出来了一些柴火。之后来到洞内，将里面的自制壁炉点燃。再次往里添加柴火后，克鲁并未发现有烟雾倒灌。来到外面查看情况，他发现壁炉确实产生了烟筒效应，大量的烟雾全部都从烟筒弹出。接下来，克鲁要利用这些原木在洞内打造家具。他首先将2根原木插入地面，构成床体的基础。紧接着，他将一根横木的一端巧妙地插入了侧壁的土壤中，另一端则稳稳地架在立柱上，形成了一个稳固的3角支撑结构。主体框架完成后，他取来2根较长的原木作为纵向的大梁，平行地固定在3角的框架上，利用麻绳进行。最后，他拿进来26根长约40公分左右的原木，将它们依次铺在框架上。铺好之后，克鲁的荒野豪华实木大床就诞生了。这大床不仅能隔绝地面的寒气，更是他今晚能迈向高品质睡眠的关键。为了增加更多的安全感，克鲁决定利用现场能找到的材料进行伪装，让一般人都知不道这里还藏着一个秘密小屋。他先用一条韧性柔软的树枝将其弯曲，切入木棍后，他将框架裁切至半个轮胎的大小。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半的门做出来。门体制作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展现智慧的时候了。克鲁组装好他的智罗钻之后，精准的在轮胎的左侧钻出了一个孔洞。随后，他将麻绳穿过孔洞，再把门框的输轴点牢牢地系在了轮胎上。门虽然做好了，
但是轮胎和木门还暴露在外面。克鲁希望这个门能完全的隐藏在这个土坡上面。他搜集来大量的芦苇，把头部剪掉之后，将芦苇杆从门的底部开始向上一层压一层的紧密编织在门的木质框架上。现在关上门之后，谁能想到这轮胎里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地下小屋呢？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克鲁也要准备今夜的晚餐了。他取出了储备粮中的最后一块肥肉，切成块状之后，就在锅里开始煎制。当油脂被煸出来之后，他把洋葱切成了丝，因为洋葱可以更好的激发肉香味。放入洋葱之后，开始大火煸炒，洋葱混合着肉的香味，让克鲁更饿了。当菜炒熟之后，他把菜全部都倒进了自热主食里。他端着丰盛的晚餐回到了绝对安全的小洞里。当蛋白质混合着碳水，一口吃下之后，克鲁感觉这简直是太好吃了。晚餐过后，克鲁的身体已经到达了疲惫的极限，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巨大的成就感。他躺下的那一刻，感觉到非常舒服。这种用尽全身力气后可以彻底放松入睡的感觉，简直是太享受了。